所以我们终于看到了 Galaxy S26 Ultra 和其他 Galaxy S26 阶级的第一个看法，并且这里有很多东西要讲。一方面，有些真正有趣的消息；另一方面，这部手机看起来是从 iPhone 17 Pro 直接取代了自己的整个身份，而作为一名三星粉丝，这挺尴尬的。大家好，我是萨尔，这里是 iPhone 17阶级。哦，对不起，是 Galaxy S26 阶级。这些是丢人的机体，创建了 CAD 层次。Samsung 提供给准备员每一部手机，在这个系列中都在获得新的相机设计 Ultra、Pro 和 Edge， 尤其是 Edge。我们先来说说 Ultra。几个月以来，我们听说 S26 Ultra 会看起来比较圆滑，获得了新的相机设计。从这个图片来看，这基本上已经确认了。好消息是，它不像 iPhone 那么圆滑，更符合 S25 加。这其实是一个不错的平衡。个人来说，我一直都很喜欢博西的设计，但我会承认，这看起来不错。有趣的是，所有 S26 模型都共享同一层圆形的角落，所以这次的系列感觉更稳妥。至于相机模型，我也是同意的。我甚至准备了这个图片基于的编辑。老实说，看起来很不错，但是，嘿，如果你不同意，让我知道现在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每个 S26 模型都附带了 G2 无线充电的钥匙，这是巨大的事情。我对无线充电一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粉丝，但是能够无线充电并没有一个盒子，这是一个赢家。尤其是对于所有人都讨厌盒子的人来说， Apple 开始了这个趋势。Google 带到了 Pixel 10 Pro， 现在 Samsung 正在跳进拷贝，并不是一件坏事。当它是一个真正有用的功能时，这是其中一个。甚至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尽管它含有钥匙， S26 Ultra 仍然会支持无线充电，并且有固定插槽。通常钥匙感觉会干扰无线充电的功能，所以我不知道他们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但只要它行动，这里没有任何抱怨。镜头方面，唯一的感应器升级正在发生在 3X 电影，但是主镜头和望远镜头都正在获得温度提升，这很重要，因为它应该注意地在低光情况下提升画质。继续到 S26 Pro， 它是同样的新镜头设计，但我会坦白说，我在这里有点失望。我希望 Pro 会比较像一个迷你 Ultra。现在他们已经改了名字，但不仍然是3个镜头，就像之前一样。希望至少主镜头能够跳到 200MP， 以解决名称改变，否则它只是品牌，并没有其他东西。然后还有 S26 Edge， 这就是争议真正开始的地方。S25 Edge 是三星最好看的镜头模块，而现在 S26 Edge 已经被扔掉了，成为了一件最尴尬的设计。我们在过去几年里看到的 Apple 制作了这种尴尬的镜头，设计在 iPhone 17 Pro， 三星就说，是的，让我们做那样的事情。当你意识到 Apple 甚至没有提供这种新设计，他们从中国品牌像 Poco， 甚至在那里它看起来很糟糕，所以三星他们拷贝 Apple， 拷贝 Poco， 很尴尬。如果它看起来好看，我明白，但是它看起来很贵，很懒惰。真的，谁会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当年 DJ Go 时代，三星有骄傲，他们没有急于拷贝 Apple， 甚至当他们拷贝时，他们等了几年才跳进来。现在他们看到 Apple 在做一些好或坏的事情，他们立即追随它，它让他们看起来沮丧，他们甚至不想隐藏它，这很尴尬。这是一个真正的问题。三星正在失去自己的身份，而不是主导自己的强硬设计语言。他们逐渐变成人群，慢慢变成安卓的 Apple。你知道最糟糕的部分，在 iPhone 17 Pro Max， 那个相机岛上的空间并没有任何作用，它只是在那里。我还蛮确定 S26 Edge 也一样。是的，那就是 Galaxy S26 的系列。现在它站立在那里。Ultra 看起来有信心， Pro 看起来像是错过了机会。
除非他们配合200MP 设置，而 Edge 这将引起很多争议。个人来说，我认为三星犯了错，追随 Apple 这么近。但是我想听听您的看法，留言，我会在下面让我们谈谈它。如果您想要更多，我还有5个更新关于 S26 Ultra，点击此处，我会在那里见到你。